遇事不决，左顾右盼，磨磨蹭蹭。要干大事就别磨蹭，想好了就动手。但你吧，就卡在那里了。问题就出在于想好了就动手。我倒是想动手，但到底怎么才算想好了？因为一件事吧，越想会越细节，越想越臃肿，越想越难以执行。我以前就是老在那里琢磨，今天想的挺好的，明天再看就觉得哪里不对，后天再看又觉得自己太冲动。我举个真实案例，也就是我的第二条支线任务，伟大的成就之 BBQ 烧烤。状态目前搁置中。我前不久想开一家烧烤店，名字我都想好了，与我同名，就叫帝王 BBQ。你看这名字多适合 BBQ， 英文也想好了，就叫 Big Boss BBQ， 简写正好是 BBQ。 起因也很简单，就有天我突然想吃烤串，3天跑了3家店，堂食也点了，外卖也点了，结果难吃到让我震惊。但最让我震惊的不是他们难吃，而是这些店吧居然都开了好几年还没有倒闭。我一度怀疑是我的标准太高了，难道现在年轻人都这么没有要求的吗？后来一想，是这个市场太有机会了，他们这么难吃都能活得下去，要是我上的话，那我不得暴富啊。可是我没有餐饮经验，我需要从长计议。然后我狂刷创业失败案例的视频，总结出了2个高危陷阱。然后发现这么多人失败的原因不外乎2个：高估了流水，低估了成本。所以我反着来，我不做堂食，只做外卖，不请人，我自己干，不租大店面，有个厨房就够了。没出单的时候呢是零支出，单太多了我忙不过来了，暂停接单，灵活得很。然后我想到了一个点，外卖的优势是一个真实地址能开多个虚拟店面，那我就搞多账号运营，一个卖羊肉串，一个卖鸡翅膀，后面还可以加炸鸡、麻辣烫、奶茶，实际上就等于是一个厨房干了5家外卖店。下雨了，还能以28法则为理念，菜单全部做减法，一家店就锁定1个爆款，高峰时间段出麻辣烫烤串，低峰时间段卖奶茶和零食，全天候都可以出单，打穿高低峰时段，不用等饭点。先算一下我第1家店啊，按照上面说的，这样算下来，我没有装修成本，没有库存压力，没有人力成本，房租成本是我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。我一天如果卖出30份烤羊肉串就不亏，50份就跟我这边当地的平均工资持平，100份那我就奔着财富自由去了。然后3个月跑出一个漂亮的流水，然后找人募资，半年就开分店，1年加盟连锁，用麦当劳模式，表面开店，实则买地出租加盟商，3年暴富，5年挂牌上市，10年入选福布斯。后来还是没有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想的太多了。我越想越觉得不靠谱，我觉得想的太好了，肯定有漏洞，但是找不到漏洞在哪里。我找了别人来帮忙，我说你就当做你不认识我，请你攻击我的方案，不要给我面子，把我撕了吧。然后对方也很给力各种质疑，各种提问，但最后我的计划呢还是无懈可击。对方都开始动心了，想要跟我一起干，但我反而越来越不自信了。我还在问我自己，有没有更优解？还要不要再查点资料？要不再问问别人吧？那失败了怎么办？别人会怎么看我呢？计划写得越长，自己就越想越怂。然后我最后就想不清楚干脆就不想了。然后我骗我自己一句，再等等。其实也不是很着急，其实不是不着急，是怕失败。你想如果你一直没有上场，你就没有失败过。我如果不去对杨幂表白，杨幂就从来没有拒绝过我。我拒绝跟泰森上台打擂台，泰森就从来没有击败过我。只要我不去做，就不会被打脸。我宁愿后悔没有去做，我也不想体验失败的滋味。开头提到了BBQ 烧烤是我定下的一个支线任务，所以我只是暂时搁置了，以后一定会去做的。我心里不能有事情，只要有一件事情没有去做，我就浑身不得劲，所以我会去做的但不是现在。而有看完我这个小故事的人呢，希望这个故事的寓意对你们有帮助希望你们别像我这样，脑子越清醒，手就越慢不是不聪明，太聪明了，怕出错了，怕别人取笑，太想赢，所以会输。你这个计划越是完美吧，你人就越来越怂，你情愿不断的去继续计划它，去准备，也不想真的下场去动真格的。其实如果你能把一件事情思考得很成熟，那说明你真的是挺聪明的。但真正的聪明是知行合一。你也很聪明，我也很聪明，但我们光说不练，到头来一事无成。下次别人夸你聪明的时候，你可千万别太开心因为